以地震来讲的话，我们看3种东西的风险，一个是可能会掉落的，如果这个固定，然后你这些都好做固定的话，躲这边，然后小心这个。一个是可能会倒的，有一个基准是讲120公分以上，一个是可能会破掉的东西。以玻璃来讲，我要让它不发生，难度我认为比较高，所以我会退而求其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三先生。我现在呢要去执行一个蛮特别的工作，帮客户他们自己的住家做一个全面的安全评估。因为我很想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，思来想去之后，觉得可能用 vlog 的形式会比较让大家能够理解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啊。我想就是且战且走，随机应变吧。刚刚发生了点小意外，就是我跑错客运站了，现在呢变成要赶车的状态。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给人家迟到。果不其然呢，车呢就在我眼前开走了。那我已经赶快传了讯息跟他联系，希望这是今天唯一的不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那我现在终于上车了。我选了一个蛮靠近后面的位置，它靠近紧急出口，而且呢有车用灭火器，同时呢在这个车窗的旁边还有我们的车窗击破器。我大概有先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可能的风险天灾是什么，还有附近可以用的资源有什么，附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，防空避难处所在哪，甚至是最近的医院、警察局、消防队在哪，这些其实都可以从消防防灾1点通这个 app 上面查得到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先打开消防防灾1点通，点进去之后呢，这个中间呢就会是有一个地图，告诉你这个道路周边的状况，有显示你所在位置附近有哪一些防灾的据点。首先呢，看到这个黄色的，这个是防空避难所，你点下去就会看到上面呢有什么样子的资讯地址。像这个红色的这个点，这个是室内避难收容处所，你点下去呢可以看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类型跟简单的资讯。绿色的这个是户外的避难收容处所，所以呢这个消防防灾1点通它其实非常的方便。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去看看客户家里内部有哪些风险。以地震来讲的话，我们看3种东西的风险，一个是可能会掉落的。如果这个固定，然后我们这些都好做固定的话，我们可能只要稍微远离这一边，躲这边，然后小心这个。一个是可能会倒的东西，有一个基准是讲120公分以上，所以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危险。一个是可能会破掉的东西，会破，其实最直白就是玻璃窗。除了找说哪些地方有风险之外，一方面我也会找安全的地方在哪。看电视的时候有状况，对，那就躲在这边就可以。这边我觉得就可以。厨房这边，第一个冰箱要留空隙，那所以变成冰箱还有一个方法是我用支撑架。对，所以我说冰箱其实是最麻烦的，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的经验也是，就是冰箱很难找到合适的方法。这个门的话，我建议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就是那个像防小朋友那种抽屉锁，柜子它只是怕门开，它不像我们那个这些东西那么重，所以它那样的程度已经很够了。不晓得要用什么固定？家电真的比较没有办法，家电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我放那个止滑垫，对，止滑垫，这止滑垫的话变成是我可以让上面的东西移动，但是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去避免它们滑下来。其实以你们这边的话，很多东西没有做固定的话，这边是真的挺危险的。除非就是我整个人可以全部这样子躲到桌子下面去。你这个桌子的底下空间就比较有限，这没有办法，所以我躲进去，我身体会外露。可是我这种头颈部护住会比较没有致命伤了。厨房这边，如果这个固定，然后我们这些都好做固定的话，我们可能只要稍微远离这一边，那我觉得躲这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跟你讲，真相有命啊！当然你知道真实有命啊，但是你不做准备，你就变成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窗帘啦，一般我们正常晚上睡觉的窗帘也会拉。其实像这样子的话，我玻璃就算破，它也是局限在这边，在这边睡觉的人，我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玻璃下来会打到我身上。窗帘有这么
这么强大。地震哦，我们做了地震防范哦，我们只能从说不要让人受到致命伤，不要让人会死亡。你说完全不受伤，我觉得有难度。其实做这样的程度，已经至少把我们的生命安全。他说因为这个4个结构比较稳，原则上没有错，但是其实一样，我们说发生地震时，我真的能够那么顺利的移动到这边来，是很难的。对，所以对，所以其实我真的都是会建议说，就是我们就地躲。哦，这个就没办法撑，这一定没办法撑，这距离太近，这个可能得用 L 型固定板。这里我觉得22公分都有点勉强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短的支撑架。就是没有那么短的。对，如果请木工来把它钉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因为我觉得我要钻孔的话，变成是我要请木工，对大家来说不方便，所以我会建议的方法都是不用钻孔。在这个房间，它要躲哪里？它这里就是一定是桌子底下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哦，它不躲桌子底下的话，它全部的东西都是风险。唯一的方式就是我躲桌子底下。浴室的话呢，水槽会不会掉下来啊？应该它不太会，应该它跟系统柜应该是一样的概念。在浴室里面的话，还是会就是我就地趴下来。会在浴室里的情况，你大部分可能在洗澡，地面会湿，所以这时候你还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大动作移动的话，其实你反而容易滑倒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说，如果我在这边，我就是直接这边原地趴下；如果我在浴缸里，那我就趴在浴缸里，我不会特意做一个跨越的动作。其实这个大动作反而会让我容易跌倒。在国外的资料，他讲实际控是很牢固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它这个我觉得它就跟系统柜一样，它其实这个不用太担心它会掉。这个你们这个柜子是已经是斜的，没错，它这个严格上来讲，它这个已经有考量到那个防倒了。当时师傅他在他有限的条件之下，帮你们做到最好的情况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已经前面垫高，我觉得就是怕这个会开了。磁铁我觉得不是很行啊，是因为它那个力量很大，有些地震它冰箱的门都会弹开，那冰箱也是用磁铁啊。对啊，冰箱的门也有弹开。对，这个可能要挂钩是可以。他如果他正在睡觉，然后突然有事情了，他躲在那边安全吗？就趴在床上就行了。趴在床上就行了。这个角落，我半夜惊醒的时候，一定是灯是暗的，反应一定会比较慢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够做那么多的判断？就是我可能睡醒之后，我被惊醒的瞬间，我现在人到底靠近哪一边，我没办法很快判断。其实我们可能很难。所以你说会不会比较安全？我觉得会。但是我们以现实考量来讲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就干脆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了，因为你大概那个状况下你也判断不出来。我就直接原地趴在床上就好。不要下床哦，就枕头盖住。没错，对，不要下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场查勘，再加上呢跟他们的家人做一些宣导，大概花了总共2个小时的时间。好，这家人呢非常的客气，也一直感谢我的帮忙，这是我的专业，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，让更多人能够未雨绸缪，那减少未来发生悲剧的机会。他们一家人呢能有这样的概念。就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，就会去思考怎么样趋吉避凶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，多去了解，你才会知道你应该要怕什么，不需要怕什么，多做一些打算，但是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活得提心吊胆，做好准备，你才能够让你的安心是有凭有据的。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，那我想今天就先到这边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